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好像是伤得不轻，拆呢还是不拆呢？这成了一个问题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上个月的时候啊，就是关于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受伤的情况。当时美国还没有任何的细节公布出来嘛，那其实这个只是说潜艇去了这个关岛，然后怎么受的伤都没说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从1个月以前到今天这个1周2周以前，国内一些个资深的军事观察员纷纷做出了一个判断，就是康涅狄格号可能要报废了。原因是呢，这个船坏了，倒不是不能修，而是没地儿修去。现在这艘潜艇停在关岛，原来呢，关岛是有2个浮船坞可以修船的。问题是，一个浮船坞是2战时期建造的，本来还能用。1997年，美国海军就说了，我们要降低运行成本，所以很多呢后勤啊、维护啊、这个维修啊这些东西都卖了。至于说维修保养这工作要搞，怎么搞呢？社会化服务，被这些项目全部转包给私人公司。服务这么一转包，海军就不想留这浮船坞，这浮船坞呢就退役了，最后卖给了菲律宾。另外一个浮船坞呢新一点，是1980年造的，也更现代化一些。同样是因为那个服务社会化问题，也有一个转包问题嘛，也是当年1997年一起退役了。只不过到了2011年，这个浮船坞在当地遭遇了一次飓风，然后半沉。打捞出来以后得修啊，2016年就用中国的半潜船拖到了中国舟山港，在那儿维修改造。现在这个浮船坞还在舟山呢。所以康涅狄格号在关岛遇到的情况就是没有船坞，没法修。要想修的话，2条路，要么去夏威夷修，要么就来中国修。而且11月3号呢，美国那福布斯网站又一篇文章说了这个事儿，爆出了更多的料，貌似真的让中国的军事观察人员猜着了。康涅狄格号弄不好确实要废掉了，只不过国内没有猜到的一点是，美国国防部2名官员说，这艘潜艇都不是简单的这个擦伤问题，是手部的压载水舱都撞坏了，所以这一路不能下潜呢，要在水面状态下返航去的关岛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要修就不是小修的问题了，要大修。就算是去了夏威夷，也只能是简单维修一下，最后维修得回到美国本土造船厂。而上次呢，2005年旧金山号核潜艇也是水下撞山，也是伤了前压载水舱，在关岛趴窝趴了7个月，然后才能开始维修。而且呢，当时相对好办一些，洛杉矶级核潜艇一共造了62艘，而且呢，当时正好是檀香山号核潜艇眼看就要退役了，他们就把檀香山号一拆，把零件就给旧金山了，这样时间也省了，是钱也省了，花了1.几亿美金，这个旧金山号就修好了。但是康涅狄格号情况就不一样了，海狼级核潜艇它没事不会保留这么大的备件，有这么大库存，要修的话就必须花大价钱开工重新造。海狼级核潜艇啊，一共就3艘啊，特别贵的玩意儿，所以美国海军也不敢多造。而且呢，拆潜艇修潜艇那个方案也不行，总不能为了康涅狄格号把那2艘好好的艇给拆了吧？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就2选择，花钱造零件重新修。而且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就算是修好了，恐怕也恢复不了最初的性能。这艘潜艇设计寿命40年，现在已经23岁了，等彻底修好，差不多这个艇也30岁，剩10年使用期，这钱花的就不值得。那么另一选择就是干脆把康涅狄格号也废了，给另外2艘海狼级当备件用。所以呢，面对这么一个境况，文章最后还是要问一问美国海军的新任部长托罗，说现在中国海军发展这么快，挑战这么严峻，美国海军可没有时间悠哉的慢慢做决策了。美国海军要面对的是财政、运营和维护的危机。托罗，你这个新部长能不能够胜任你的新工作？其实我觉得呢，美国海军当前的问题也不难解决，不就是拆一个康涅狄格号当零件吗？不就是1997年就开始美国海军把这些工作外包了吗？包给谁不是包啊？而且美国总统拜登也好，国务卿布林肯也好，都说过中美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。所以当初康涅狄格号刚一出事的时候，别去关岛，直接去舟山多好。好，关于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